好神奇，好好吃啊，好鲜啊！就来新奥尔良吃上鳄鱼肉了，我有点震惊。今天要出发去新奥尔良，然后去拉斯维加斯进行1周的旅游。这2个城市我之前都没有去过。然后呢，这次肯定也都是以吃为主的，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美国不同城市的饮食文化和人文氛围。这里想要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新奥尔良并没有新奥尔良烤鸡翅，但来之前据说这里是美国最好吃的城市之一，因为美国南方菜的风格非常鲜明，和其他地区都不太一样。这边好湿呀，有种广州的感觉，但因为离墨西哥湾非常近，所以生蚝、海鲜和小龙虾都非常有名。晚上我们预约了一家他们这边当地口碑比较好的吃海鲜的餐厅。Sorry， 这个好像每天都不一样的。一共是4种生蚝，然后我们每个来3个。另外还点了墨西哥湾特有的 Gulf Shrimp 和一个 Drum Salad， 学名叫石手鱼，但好像和国内的黄花鱼是近亲。我其实之前吃的都是美国西海岸的生蚝，然后一直都不太喜欢，但这次吃就感受非常不同，果然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蚝，这个食材的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好神奇！就我感觉我吃了什么，但我什么都没吃。它有一点点苦的味道，一点点，但是不是那种，就是它那种清苦的那种感觉，就像在吃那种比较苦味的蔬菜的那种感觉。就4种生蚝的风味取向很接近，但是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就是它带的海水味，但是不是那种腥的海水味，像是吃了一口不腥的海水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说呢，就像你站在海边，然后闻着海风，然后闻到那个味道，但是不是吃到嘴巴里面那种感觉，很神奇。本身没有什么太甜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味道好奇特。欢迎生蚝大佬来聊一聊。阿拉巴马的，是我觉得它这边总体来说吃到现在3款生蚝跟西雅图生蚝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西雅图生蚝比较停留在我以前对生蚝的概念里，但是这边的生蚝就让我觉得蛮神奇的，矿物质的味道和西海岸比要少很多很多，也有可能就这种比较适合作为生蚝入门，然后对于生蚝老饕来说可能味儿不够重。它那个矿物质的铁锈味最重了，不行，就一开始那个矿物质铁锈味照嘴来说有点不适应，但是有点回甘，我觉得还可以。你自己拿，不要给我拿。这个虾是墨西哥湾的海虾，然后所以还挺好奇的，试试看。放弃优雅啊，就跟国内虾很像，就是头的黄吃下去就有国内虾的那个味道了，是鲜甜的那种。它很接近我在宁波吃的那种海虾，它就是味道没那么甜，它的风味更偏向咸感稍微重一点，就是甜中带咸的味道，不像国内有些虾吃进去之后是很甜的，就是。然后这个是 Drum Salad， 它里面是那种 drum fish， 然后这个 fish 也是新奥尔良这边特有的。哇，这鱼的口感，它是那种像吃熏咸鱼的感觉，它的鱼肉质超级份儿，就是很扎实，然后吃起来是有点像那种腌的那种咸带鱼的那种口感。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熏的这个 drum， 然后做这道菜，还是说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味道，它的烟熏味非常重，然后上面加上那种碎的 croutons，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好好吃啊，好鲜啊，就鲜咸的那种。这么有仪式感的吗？因为我们吃了生蚝啊，吃了生蚝和那个虾，然后点了新奥尔良特色的 gumbo， 你们可以理解为美国南方特有的汤泡饭。它这 gumbo 光是摇就能闻到那个生蚝的味道。它有一些是海鲜汤做底，有一些店会是用鸡肉和香肠，反正每家店的味道应该都不太一样，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海鲜味你别说蛮重的，海鲜味，但它香料味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就它有股很重的豆子味，豆沙黑豆那种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家的gumbo和我认知里它应该有的味道相差还挺远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咖啡，因为这家的店的主厨是菲律宾裔的，所以这道菜的味型有点类似于一道叫 Senegal 的菲律宾菜。这是鸡汤加了醋的味道，你别说还挺好喝的，就是还有股怪好喝的感觉。想象一下番茄牛奶，但它那个酸味会比番茄要浓烈，然后鲜明很多很多。对，吃不惯酸的人完全不行，就是。你要生男孩了。它这个汤汁里面是有点辣的味道的。我现在再回想一下，觉得应该更像是那种9度米醋做的酸辣汤的那种感觉，就它醋味非常鲜明，有种在吃西湖醋鱼改成就是重醋版，就是醋味非常非常重。咖啡本来就会有点酸味，不，有点土味嘛。但是它因为这个汤汁实在是过于酸，但是它又有高汤的醇厚给整体的风味做支撑，所以喝起来会顺口很多。比较重口，所以你几乎吃不出来咖啡本身的味道。你说这汤越喝越上头，救命！但这gumbo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好吧？跟我想象中的差的有点多，就是。我有个习惯，就是去一个地方旅游前就会看很多当地的菜谱书，先去了解一下做法和风味。然后刚才那家和我接下来要吃的这家呢是姐妹店，后者的菜谱书我有幸拜读过。刚刚那家店的店名是鱼的意思，然后这家店名是猪的意思。吃饱喝足以后就要喝点酒，毕竟新奥尔良其实算是个鸡尾酒城市，就是那种周末半夜3点，酒店走廊里时不时会有烂醉如泥的人在嚎叫的那种程度。不过我也在考虑之后专门出一期视频聊一聊怎么在北美找到一家好的酒吧，因为其实喝了不少，也有一些心得体会。你别说，它风味层次还蛮细腻的。先入口的是波本，然后是马鲁的苦甜味，然后有一点点那个 chocolate 的那个 bitter taste。它杯子是冰过的。就在北美和在亚洲的鸡尾酒吧，该给的期待值会非常不同。你也可以说亚洲都比较卷，就北美这边的调酒95%的情况都非常的随性，也几乎没有像国内那样专注在技法上的例子。然后在细节方面做的也都比较粗糙。太水了，很水。这种酒吧最大的劣势就是一旦酒放时间长一点之后，它马上就散掉了，就完全没有稳定度可言。每桌都会送的小面包，类似于夏威夷小餐包那种味道，身体看起来还蛮松软的，但其实不太好吃。偶遇别人过生日，每人点了个威士忌品鉴，场面十分震撼。刚刚已经吃过晚饭了嘛，就随便点了几样。这2个菜都是我在主厨菜谱书上看见过的新奥尔良特色菜，所以就点了一下，然后还点了一个鳄鱼肉。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来新奥尔良吃上鳄鱼肉了，人生第一口鳄鱼肉。我觉得说它像鸡肉的人，它有一点点像鸡肉，但是不完全。它肉质其实是很有嚼劲的，然后比较像那种老母鸡的鸡肉，就是它牵连感和嚼劲感还是很足的，它不像那种嫩鸡的鸡肉。味道风味上来说没有很重的味道，白肉的味道有点像，你们可以理解为像牛蛙那种感觉的，就是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一般性他们这种鳄鱼肉都是油炸的，然后他们当地这种鳄鱼肉其实都是养殖的鳄鱼肉，所以不会对生态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是新奥尔良这边特色，还是应该是香肠的形状，但是它把它做成了球，然后油炸了一下，它其实里面是各种肉啊、干啊，然后各种香料，然后会加点米饭，然后做成一个香肠。这个应该是 cheese 做成的 cracker， 然后配上他们自己做的一个 cherry 一样的东西。来吃一下他们的听这个口气，我感觉我当时是醉了。它里面长这样，就是有肉，然后有米饭，然后有香料，太好吃了。它猪肉味特别重，就是有那种炖那种腌都鲜的那种猪肉的味道，就是非常重的猪肉味，但是不是那种很腥臭的那种猪肉味，就很纯的猪肉香，而且我有点震惊，它有点鲜甜的味道，所以我吃下去的一瞬间，感觉自己像吃了一口固体的腌多鲜。本地 IPA 是吧？好喝吗？马青岛啤酒，不至于吧？这不是 IPA。马青岛啤酒，弄一点，沾。调香，完全是中国人口味，对，完全是我们上海人口味，就它吃起来像红烧肉，是那种甜口的猪肉的那种味道，就是它这2个菜的猪肉的香味都特别特别重，然后它这个是甜味偏重一点的，就不觉得它就是像小笼包的内馅，
有点像小笼包内馅，哇，好深。请大家期待之后的新奥尔良、拉斯维加斯、宁波、杭州、墨西哥的存货们。